家好，我是 Tony， 我现在在金山南路2段，今天要来造访龙井时光生活园区。这个园区就是日治时代的台北刑务所官舍，台北刑务所就是台北监狱。我后面的这座围墙就是原台北监狱的围墙。目前旧台北监狱的围墙只剩2段，只有其中的一段位于金山南路2段52号中华电信的大楼旁。 另外一段就位于龙井时光生活园区那里。日治时代台北刑务所的官舍现在已经整修完毕了，被登录为历史建筑，现在规划为龙井时光生活园区。我们现在就过去那边参观。前面的中华邮政大楼也是昔日台北监狱的范围。 前面那里就是龙井时光生活园区，市定古迹台北监狱围墙遗迹。这里还有一整排的旧围墙，这就是原台北刑务所官舍。现在有10几个品牌商家进驻，成为龙井时光生活园区。 台北刑务所、台北监狱在战后仍然沿用，所以这里的官舍就变成是战后司法人员的宿舍。这附近也被称为监狱口，因为受刑人的亲朋好友来探视受刑人的时候，会在这附近采买一些吃的、用的东西，所以这里就形成一个热闹的市集，被称为监狱口。围墙的另外一边就是以前的台北监狱。 这里有台北监狱围墙遗迹的简介，现存南侧围墙长约180.8公尺，高约2公尺，上层墙体已易失，石材原产地为大直金面山砂岩。原台北刑务所官舍，现在已经变成一家一家的商店了。 这里有台北刑务所的配置图，这是台北刑务所的空拍照片。我现在进监狱了，我现在进不了牢房，牢房就在我后面的围墙里面的停车场，还有中华邮政大楼，是日治时代台北刑务所的牢房。 这里是台北刑务所官舍共同浴场，在台北市区金华路段能够保存这样的一片日式宿舍，真的蛮难得的。这也是台湾特殊的历史际遇造成的。因为国民政府来台之后，因为国策是要反攻大陆，所以不论文官武将、公务人员都住在日本人留下来的宿舍里面，也不会想到改建。 因为这里是复兴基地，大家只是暂住而已，所有的钱都省下来用于国防，用来准备反攻大陆。也因此，长达几十年，这些宿舍都没有改建，一直到结束动员戡乱、废除戒严法、放弃反攻大陆国策之后，后来才有眷村改建条例，旧的日式宿舍才开始逐渐拆除，改建新大楼。 不过到了那个时候，台湾已经有文化资产保护法，也越来越多的人呼吁要保存这些历史建筑，所以台湾因缘际会，保存了这么多日治时代的老建筑。老子说祸福相倚，有时候悲情的历史也会间接、没有计划的产生一些美好的结果。台湾保存了这么多日式建筑，让一些日本学者非常的羡慕，因为日本没有这样的历史机遇。 随着经济发展，市区很多日式建筑都改建了。我现在绕到龙井时光园区的正面，
这红砖围墙是战后新建的，当时这里成为司法公务人员的宿舍。日治时代这里的行政区域是警亭，也有人念成警町。这是火灾残阶区保存及再利用的设计。里面也可以看得到火灾烧过后的痕迹。还是请假？这一栋也是火灾之后改建的，这个区域就是火灾之后改建的建物。台湾有一个很特殊的现象，就是一栋老建筑物正式进入文化资产资格审议的时候，就常常会半夜突然起火，发生火灾，然后就丧失审查的资格。金华街的对面是月涵堂，历史建筑。月涵堂兴建于1966年，是为了纪念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而兴建的，是清华大学台北办事处，现在被登录为历史建筑。金华街这边还有一些日式建筑，我就顺道去逛一逛。这里也有一栋。这个丁，英文字是丁，好，那我就改念丁好了。入境随俗。前面这里左转，去看看杨德昌拍摄《光阴的故事》指望篇的场景，应该就是这里。好像拆除了，还是我找错地方了？哦，没错，老房子文化运动、历史建筑、警町日式宿舍群修复及再利用工程，要到民国114年9月完工之后才看得到旧貌了。61巷巷口那边应该还有日式宿舍。走回到杨德昌拍摄《光阴的故事》拍片现场了，继续往前走。这是潮州街59巷，里面还有一栋日式宿舍。潮州街59巷15号，哇，不止一栋，是一排。这些日式宿舍都还没有开始整修。我再随意的逛逛好了。日式宿舍的数量超乎我的想象，说不定前面还有。潮州街55巷，哦，这里还有，正等待整修。绕了一圈，我又遇见杨德昌《光阴的故事》。这是历史建筑玉涵堂的后面，所以我今天行走的区域都在这附近而已。金山南路2段，203巷在左前方那里。金山南路2段203巷。哦，到了。这里就是日治时代台湾总督府资产局三林克警町官舍，这里后来成为林务局的宿舍群，有好几栋，都整修完毕了。每周3至周日，欢迎参观，今天没有开放。这些位于台北市金华区的日式宿舍，所以能够保存至今，就是因为它是公家财产。如果是私人的产业，现在早就改建大楼了。
我现在走往金华街，去参观林务局局长旧宿舍。这今天要参观的最后一栋了，金华街。我看到了，就在前面。沿着金华街再往前走大约200公尺，就可以回到龙井时光生活园区。我今天造访的历史古迹、历史建筑多得数不清，有一些整修完毕，有一些正在整修中，有一些待整修。可能再过2、3年就有不同的新面貌了。我现在走往永康街，从那边搭公车回家。永康街。永康商圈是台北市著名的商圈，这里有很多特色美食，不过我志不在此，所以只好匆匆走过。我今天走过的景点，我会标示在 Google 地图上面，地图网址连接放在影片下方的文字说明栏里面，提供给大家参考。我今天的旅行就到这边结束，谢谢收看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